我是在成亲的第3天才知道自己嫁的是谁。那天清晨，沈府的院门被一声巨响震开，黑甲如云铺满青石路。百名精锐铁骑同时翻身下马，长刀一齐插入石缝，齐声跪下，拜见大将军。我站在院子里，手里还拿着刚晾干的补丁衣服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银甲映着日光，他踏着刀光和寒气一步一步走进来，目光冷得能杀人。下一瞬，他伸手揽住我的肩，把人护在身前，声音低沉：谁欺负我妻？那一刻，我才知道，我以为嫁的是琼武官，其实是大燕最年轻的战神。更可怕的是，皇子看上了我，姐姐嫉妒我，全京城都觉得我配不上他。事情要从3天前说起。沈府花厅里一片死寂，母亲捂着脸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父亲青筋暴起，桌上的茶盏摔了一地。那个逆女竟然跟人私奔了，父亲怒拍桌案。我坐在角落，紧紧捏着手帕。逃婚的人是大姐沈芷君，她自小被当成掌上明珠养大，也一直是这门亲事的正主，要嫁给过云侯府世子裴林。然而她为了那个书生心上人，竟然在成亲前1晚翻墙跑了。母亲哭到声音发抖，圣旨都下了，皇上亲赐婚，你大姐若不见人影，整个沈家要吃不了兜着走啊！父亲沉默许久，突然看向我，那一眼让我后背发冷。潇潇在，你带你姐姐嫁过去。我心头一震，嘴唇发白。可是那是大姐的婚事。母亲抹着眼泪，抓住我的手，几乎带着祈求：潇潇，你身子虽弱，可到底是沈家女儿，只要这一关先过去，等将来再慢慢想办法。再慢慢想办法是什么意思？我很清楚，成亲之后一切就由不得我了。只是我看着满地的碎瓷，看着父母发抖的手，忽然觉得自己似乎没有选择。我从小病弱，好不容易活到这岁数，一直觉得自己是拖累。如果能用这条命换沈家安稳一次，似乎也没那么不值得。我吸了口气，勉强笑了一下。好，我去。母亲哭得更凶了，却也松了一口气。那天晚上，我被匆匆换上大红喜服，盖上红盖头，台上原本属于姐姐的花轿。轿帘落下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没关系。听说他只是个受伤退下来的小武官，穷一点，冷一点，远一点，总比沈家全家丢头好。我被抬进过云侯府的时候，心里紧张到快晕过去。各种声音交错在耳边，礼官的唱礼声，人群的低语，鞭炮的炸响。在一片红色与热闹里，我却觉得自己像是被推往未知悬崖的小雀鸟。拜堂、行礼、入洞房，一切都像梦一样。红盖头被掀起的瞬间，我下意识地抬眼，只看到一张冷硬俊朗的脸。他的眉眼深刻，轮廓如刀削，肩背宽阔，身姿挺拔。那样站着，就像一柄插在地上的长刀。这就是裴林。我猛地收回视线，心脏砰砰乱跳。他看了我很久，那双深邃的眼像要把我看穿。我感到一丝压迫，下意识把手指攥成一团。突然，他开口了，声音低哑而平稳：往后在府中，若有人欺负你，跟我说。我脑袋一热，以为他不欢喜这门婚事，急忙说：不会的，我很好养。我吃得少，睡得少，花得更少，真的不会给你添麻烦。话一说完，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。他明明没有说嫌弃，我就先把自己价值说得像破铜烂铁一样。裴林愣了一下，眼底闪过一丝说不清的情绪。那双冷硬的眼睛里，像是浮了一点笑意，又像是一点心疼。但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淡淡道：早些歇着。我点点头，心里暗暗叹气，看来他也不喜欢我这个替嫁新娘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本来就没指望被喜欢。成亲后的几天，我很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碍眼，努力不给这位穷武官夫君添麻烦。起得比下人还早，自己动手做早饭，
剩菜舍不得扔掉，留到下一餐再热。看到他衣柜里有几件磨得发白的旧袍，我更是心疼的不行。他明明受过伤，还这么穷，我把那些衣服全抱出来，一针一线替他补。结果补完那一堆衣服，已经不像官袍，倒更像白补布衣。某日傍晚，我端了一碗创意剩菜饭进书房。世子，吃饭了。裴林从书案后抬头，目光落在那碗上。冷饭拌着碎菜，再加些酱油，看着确实没什么食欲。但我笑容坚定，这样很省呢，味道也不错。他看了我好一会儿，忽然问：谁说府里很穷？我眨眨眼，大家都说的呀。你受了伤，退下军职，只剩个虚衔，在京城里哪算有权势？裴林沉默，神色有那么一瞬的不知该哭还是该笑。片刻，他淡淡道：府里不缺这点饭菜。我忙道：我知道你说这话是怕我辛苦，但真的没关系，我从小就习惯这样了，能自己动手就不麻烦别人。他眼神微变。从小我自顾自说，身子弱，吃药花钱，总觉得自己很花费。我就想，若能少吃一点，少用一点，就不会那么拖累家里。话说到一半，我才发现气氛好像怪怪的。裴林盯了我很久，目光像压着什么东西。沈潇潇，我被他叫得一怔。在以后不准再说自己拖累任何人。他语气忽然变得很重。你现在是我的妻子。那一瞬间，我心口微微一热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悄悄改变，可我还来不及看清。成亲第3天，风云就变了。那日午后，天阴阴的，我刚把洗好的衣服晾起来，就听到门房匆忙来报：夫人，沈府那边大小姐来了。我的心一紧。沈芷君，我还没想好要用什么姿态面对他，他已经带着冷风踏进院子。他穿的一身素衣，却难掩眉眼间生来的娇矜。目光落在我身上时，明显带着审视和不屑。他慢慢地走近，盯着我腰间那条新娘佩戴。这腰带本来是我系的，我语塞，只能低头。他冷笑一声：怎么不觉得愧疚？我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。他一步一步逼近：潇潇，你是不是以为裴林娶了你是你的福气？我只知道是我顶了你的位置。他笑得眼尾带刺。你觉得他要的是你，还不是因为来不及换新娘？要不是为了沈家颜面，他会看你一眼。这话像一把刀，一句一句往我心里戳。我心里早就知道自己是替嫁，可从他嘴里说出来，还是难堪的发抖。我咬住嘴唇，勉强道：不管怎样，他已经是我夫君了，我会尽量做好。做什么？姐姐打断我，做好一个替代品。我抬头，眼眶微热。就在这时，地面震了一下，不是错觉，是真的震了，像是整条街同时被重物踏过。院门被猛地推开，一股寒气夹着铁锈味灌了进来。我和姐姐同时回头，只见外头黑压压一片，整齐的黑甲军披着铠甲，提着长刀，唰的一声齐齐跪下：拜见大将军，大将军！我脑中轰的一下，全空了。下一瞬，一抹银色踏进门槛。裴林穿着银甲，红披风在身后展开，眉目如寒星，整个人像战场上杀出来的神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他从来不是什么小武官，他是那个传说中的战神裴大将军。而我一直给他补衣服，还安慰他别自卑自己穷，丢脸丢到祖宗牌位去了。他扫了一眼跪了一地的士兵，又看向院中的我们，目光在我被姐姐扯皱的袖口上停了一瞬，脸色瞬间沉下来。他一步一步走过来，站在我面前，语气冷得能结冰：谁动他？沈芷君吓得往后退了一步，腿一软，差点跪地。他嘴唇发抖：裴大将军。裴林连看都懒得看他。他伸手把我扯近，揽在怀里。那一下，我整个人撞进一片铁甲和热度里，心跳乱成一团。沈潇潇，他低头，声音压着怒气：有人欺负你，为何不说？我愣愣地看着他，喉咙像被什么堵住。是他说你是替代品，
他看向沈芷君，沈芷君吓得脸色惨白，想变又不敢。裴林冷笑一声，声音陡然拔高：我娶她不是被迫，这婚事圣旨下来3年，我求的就是她。全场鸦雀无声，我整个人懵住。她是为我求的？怎么可能？那不是大姐的亲事吗？我张口结舌，你说什么？裴林垂眸看我，眼神里那股温柔几乎要把我淹没。3年前在边关，是谁给我饼吃？我僵住。那个画面突然从记忆深处翻涌出来，血腥、风沙、满地伤兵，是我偷偷塞给一个浑身是血的大哥哥一块饼，他用最后的力气把我从乱兵里护出来。那个人就是他。想到这里，我眼睛酸得一塌糊涂。裴林看着我，声音低下来，这些年我求圣上赐婚，等来的名字是沈芷君。我以为是我记错你的名字，直到那天成亲掀盖头见到你，我才知道上天没弄错，是我昏了3年，院子里只剩心跳声。我忽然觉得好想哭，原来我从来不是补位的，是我自己不知道，他一直选的人是我。事情还没平息，新的风波又来了。皇后设宴邀我入宫一叙，裴林被早朝耽搁，来不及护送我，只让亲卫一路护送。皇宫的花园里，红墙绿瓦，处处都是陌生的脸。我站在角落，安安静静地看着那些贵女们谈笑，努力让自己缩小存在感。忽然有人朝这边走来，一身浅金色长服，眉眼温润如玉，带着与裴林截然不同的文雅气息。二皇子赵宪。他看见我时，脚步明显一顿。那一瞬间，他眼里有非常清楚的惊艳。这位是？宫女忙道：回殿下，这是裴大将军夫人。赵宪勾了勾唇，似笑非笑。难怪。他朝我走近2步，刻意放柔了声音：将军夫人免礼，本殿只是过来走走。我扶着裙角行了一礼，低声道：见过殿下。赵宪看着我，目光带着几分明意：夫人不必紧张，本殿向来敬重裴林，只是觉得他或许不懂得怎么哄人。我愣住，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赵宪接着说：若夫人在他身边觉得委屈，不妨来跟本殿说，本殿愿听。这话落下时，周围不少耳朵都竖了起来。我心跳加速，急忙摇头：将军待我很好，殿下多虑了。赵宪只是笑，眼底却有一丝谁都看得懂的意味。那一刻，我隐约明白，这位殿下是有意与我的夫君对上了。宴散，回程的马车里，气压低得可怕。裴林坐在对面，一路沉默。我坐在另一侧，感觉空气中飘着一个大字：怒。我小心翼翼地试探：你是不是在生二殿下的气？裴林抬眸看我一眼：我在生你的气。我一愣，我又做错什么了？他语气淡淡的，却一字一句：他看你的时候，你没有避开，他靠那么近，你没有退。我急得瞪大眼：我只是觉得在宫里无礼不好。你还笑？他补了一句。他盯着我，眼里那股阴沉的妒意几乎要溢出来。以后不准对别的男人笑得那么温柔。我耳朵烫得不行，我只是礼貌性的。话还没说完，裴林突然伸手一把把我拉到他身边，我猝不及防撞进他怀里，整个人被禁锢在一片灼热的气息里。他的声音低哑，带着压抑的占有欲：沈潇潇，你的笑只能给我的心跳快要炸掉了。你真的在吃醋？不爽。他咬牙，看到他看你，我连刀都想拔出来。我忽然有些想笑，又有点心疼。这个平日里在战场上冷得像铁石的大将军，在我面前却像一只炸毛的狼。我伸手悄悄抓住他的袍角。裴林，我心里只有你。他整个人僵了一瞬，然后低低笑出声。那笑声不再是冷的，而是从胸腔深处溢出的真实愉悦。他把我抱得更紧了。但这世上从来不会让人安稳太久。关于我的流言开始在京城里蔓延。有人说我是替嫁的小娘子，有人说我只是沈家用来保命的弃子，甚至有人说
裴林真正爱的人是我的姐姐，娶我只是无奈。每一句都像是在我心上撒盐。我表面笑笑，说没关系，晚上却躲在被子里，闷着声音哭。某夜，我以为他睡了，偷偷背着他拭泪，谁知衣角突然被人拉住。裴林把我整个人拉进他怀，还说没事。我惊了一下，你怎么还没睡？他低头看我，目光心疼的几乎要滴血。谁说你是替代品？我咬唇没说话。谁说你是弃子？我还是不说。他却忽然用力抱住我。沈潇潇，你是我求了3年的妻，要气也轮不到气你。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又掉下来。可是大家都说我配不上你。裴林冷笑出声，大家又不是我。他拇指轻轻抹过我的眼角。我说你配，那你就配。我说你是宝，谁敢说你不是？我忍不住笑了一下，带着哭腔。你说的好霸道。他理直气壮，我就是这么霸道。流言渐烈，姐姐反扑。朝宴前的暗潮那晚，裴林抱着我，说我是他求了3年的妻。我以为日子会慢慢好起来，但流言不会因为我们相拥过一次就消失。第2天开始，整个京城的话题全都指向我。有人说我抢了姐姐的婚，有人说我配不上大将军，更有人说裴林真正心悦的是沈芷君，只是被迫娶了我。那些话像针，扎得我胸口生疼。裴林知道后，只丢下一句冷得刺骨的命令：荒唐。但外头的议论声并没有因此停下，反而越演越烈。午后天色暗沉，沈府的马车停在过云侯府外。沈芷君走进来，仍是一身华丽，不见半分狼狈。他站在我面前，唇角带着一抹高傲的笑。妹妹最近过得不错，看来将军府待你挺好。我垂下眼，大姐来，是为了流言。流言，他轻笑，外头说你抢了我的婚，真是可笑，语气里没有受委屈，反而像看戏。他走近一步，眼神像刀。妹妹，你以为裴林是不情不愿娶你？若不是你突然顶替，他会娶你。我的心被这话刺得一紧。他语气更轻，却字字刻骨。别忘了，原本站在他身边的人是我。我怔住。他抬起下巴，自信而骄傲。你努力一辈子也成不了我。说完，他甩袖离去，留下一地冷意。我站在原地，胸口发闷，指尖冰冷。夜里裴林回府，一看到我就皱了眉。他来过，我点头。又说你抢他婚，我再次点头。他的脸色暗沉得可怕。我低声道：不要冲动，会让流言更难平息。他沉默片刻，终于伸手将我拉进怀里。潇潇，我抬眼看他。朝宴快到了。怎么了？二皇子对你不单纯。我怔住。朝中有人想挤你做文章，他会在朝宴上挑事。他的语气沉得像压着刀锋。记住，不准退。什么？只要你往后退一步，他们就会说我娶错人，也会说你心虚。我愣住。裴林低声补了一句：我在前面替你挡。谁知朝宴前一夜，沈芷君竟再次上门。她穿着新绣的月华色长裙，美得张扬。妹妹，明日朝宴，你真的不怕丢脸？我平静地回她：我会站好。她轻笑，眼尾的傲意几乎要溢出来。站好？妹妹，你努力一辈子，也不是我。我心口猛地抽紧。她靠近，在我耳边轻声道：若你出丑，只能怪你自己。或许也能让她明白，她当初求错了人，腿脚不由自主地发冷。她转身离去，裙摆扫过地面，像胜利者一般。那句你努力一辈子，也不是我，在我心里狠狠扎了一整夜。我翻来覆去，再也睡不着。隔日天未亮，我被宫女唤起。梳妆后，镜中的自己气色不佳。裴林进门时，一眼就看出端倪。哭过？没有，只是有点累。他走近，替我整理肩上的披帛。潇潇在。今日朝宴，你不必看任何人。我怔一下。他握住我的手，声音低沉而笃定：你只看我。我呼吸一乱。他补充道：我在左，你就看左；我在右，
你就看右；若我站在你前面，你便只看我。心脏像被揉紧，我只能小声嗯了一声。马车行至公道时，街道两旁的人都在窥视，有人议论，这就是大将军夫人，听说是替嫁，配不上吧？我想放下车帘，裴林却反手拦住。不仅如此，他直接把车帘掀高，阳光落在我们紧握的手上。他抬眼望向街道，语气不高却清晰，看清楚，这是我裴林的妻。谁说他配不上，就是在骂我眼拙。街道瞬间安静，我怔怔望着他，胸口的紧张消散了些许。宫门在前，金瓦红墙，高不可攀。裴林牵住我，潇潇，在，别退。我会挡在你前面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点了点头。我们并肩踏入宫门，而此刻，在金銮殿深处，已有一双眼含着野心与兴味，静静等着看我们的到来。不久之后，他将当助满朝文武开口，而臣愿迎将军夫人为妃。终于，这些流言烧到了朝堂上。一次大型朝宴上，文武百官齐集，皇帝在上端坐。本该只是寻常的庆功宴，却在某一刻被一个人的声音划破。二皇子赵宪突然出列，升入红中，启奏父皇。皇帝抬眼说：“儿臣以为大将军裴林未必真正懂得珍惜他的妻子。”赵宪字字清晰：“若将军不爱惜，儿臣愿迎将军夫人为妃。”朝堂哗然，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落在站在侧旁的我身上。我被吓得全身发冷，手心都是汗。赵宪目光炽热，一步步朝这边走来。夫人，本殿能给你稳妥与荣华，亦不会让你受半分闲言。这话说得漂亮，听在外人耳中，简直是护花使者。可我只觉得心乱如麻，我张嘴却说不出话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熟悉的气息从侧面逼近，有人握住了我的手，那只手很大，掌心却滚烫。我抬头就看见裴林站在我身旁，他面无表情，眼底却冷得吓人。朝堂上所有人都屏住呼吸。殿下，裴林开口，声音稳得像钢铁：“臣的妻是否珍惜，不劳殿下费心。”赵宪微微一笑：“你怎知他心里服不服？”裴林垂眸看向我，那一刻，朝堂上所有的喧嚣声全部退到远方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他的眼睛。他低声唤：“潇潇。”我喉咙发紧，在。你说，他一字一顿，你是要留在我身边，还是跟他走？全朝文武的心都吊了起来。我看着他，想起这些日子的种种。他假装冷淡时，则心软。他默默听我说那些省吃俭用的过去。他披着银甲跪满庭院，只为护我一句清白。他在宫门外蹙到脸发黑，却还是低声问我：“你心里有没有我？”鼻子又酸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抬头盯着他的眼睛。我要留在裴林身边，寂静一瞬。下一刻，整个大殿像是被什么震了一下。裴林忽然笑了，他放开我的手，改而直接搂住我的腰，把我整个人往怀里带。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下，他开口，声音朗然：“他既选了我，谁也带不走。”皇帝眯起眼，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一幕，没有出声阻止。赵宪拳头握紧，终于退了一步，而我整个人埋在裴林怀里，听着他胸腔里的心跳。那是属于我的答案。之后的日子竟然比我想象中还要甜。某日上街，我看见路边有个签诗亭，兴冲冲地拉住裴林：“我们去抽签好不好？”他一脸不情愿，却还是被我拉过去。小摊的少年把签筒递给我，看我的眼神挺亮。姑娘气色真好，抽到的肯定是好签。我正要笑着道谢，旁边的空气忽然冷了一大截。少年一抬头，正对上一张冷到不近人情的脸。裴林，他一只手按在桌上，语气不善：“看什么？”少年吓得差点把签筒扔了。不看了。我被逗笑：“你别吓人家了，他又没做错什么。”裴林冷哼：“他看你超过3眼。”你怎么知道是3眼？因为在第2眼的时候，我就不高兴了。我回去的路上，他还在念：“
以后不要让别人那么看你。那你呢？我眨眼。他挑眉，我不一样。我忽然伸手捧住他的脸，很认真地学他那样说，裴林，以后你的眼睛，你的笑，你的醋，都只能给我。他先是一愣，随即失笑。然后他毫不犹豫地把我打横抱起来。你干嘛？我惊叫。回府，他语气理直气壮，你刚刚说的话，本将很满意，得奖励一下。什么奖励？比如他在我额头上落下一个极轻的吻，让全京城都知道我有多爱你。结语，我是沈潇潇。曾经我以为自己是替嫁新娘，是替代品，是沈家用来救命的一枚弃子。如今我是裴林的妻，是大雁战神亲口承认，用命护到最后的人。天下人觉得我配不配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觉得。他说我配，那我就配；他说我是宝，那我就是宝。而他这条命，连同他的刀，他的军，他的天下，都在我这里。各位茶客，欢迎在讨论区留言，讨论剧情。